海寮，嗨，西瓜梅。是大魔人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暗奏，我是1楼。暗奏是什么？暗奏是我刚刚在这边临时抱佛脚学到的，是客家话早安的意思哦。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了新竹县的琼林乡。琼林在很久以前，我跟我的家人曾经来这边吃过非常好吃的瓮窑鸡。今天就想说，除了好吃的瓮窑鸡之外，也要带大家一起探访琼林乡到底还藏了什么。那你要好好拍好这个客家小镇，不然就不是暗奏了，而是欠奏。琼林乡位于新竹县中央偏西，东北临新埔镇、关西镇，东南接横山乡，西南以竹东镇为界，西北与竹北市相连，是新竹县面积最小的行政区。清乾隆末年，江胜志、刘成豪等人进入此地开垦，曾建立公馆作为拓垦据点，聚落因而称为公馆。后来因周边九琼树成林，又改称九琼林。日治初期设置九琼林庄，直至1920年地方改行州郡制时，因九琼谐音九琼，地方人士建议去掉九字，因而改名琼林。战后1945年改制为琼林乡，沿用至今。琼林乡以农业为主，种植稻米、柑橘、水梨与番茄等，呈现浓厚的田园与客庄风情。近年因临近竹科，也成为新竹的卫星住宅区，增添了现代化色彩。几万！我们现在来到了琼林公有零售市场的2楼，来吃豆花。这一间叫做豆腐花儿。这个零售市场是2024年开幕的，所以整个很大、很宽敞、很干净。分2层楼，1楼就是卖生鲜跟肉，2楼就是熟食啊，还有甜点。没有错，而且我今天可以使用客家币哦。他抽中客家币，而且是我告诉他的资讯，就我没抽中，可恶。没有错，今天一日客家币富豪，把它用好用满啊！今天在琼林走路都有风了呢。琼林市场自1981年启用，陪伴地方已有40余年。由于旧市场空间狭小、耐震不足，且随着人口增加、购物需求提升，琼林乡公所遂于文德一街新建新市场。除了延续旧市场的资深摊商外，也引进特色店家，并且规划了青创产品专区，从客家传统小吃到咖啡甜点一应俱全，展现了传统与创新的结合。市场内部也设有冷气空调，环境干净明亮。摊位招牌统一，也融入了客家特色方口诗。营业时间也自凌晨5点至晚上8点，不仅改善了购物舒适度，也全天候满足乡民们的采买需求，让老市场蜕变再生，凸显客家风情，成为兼具便利与特色的现代化市场。贡海寮，西瓜梅，西宝梅，西瓜梅是这样子吗？我不知道暗奏。我们今天点的是它的传统豆花，那你可以选择加糖水或是姜汁，选3种配料，3种只要55块哦。而且好像说它的豆花是纯黄豆制成，不添加任何化学防腐剂。纯黄豆制成的哦，那吃吃看，看看有多绵密。哇，很绵密，化掉。难道这就是手工豆花的威力？而且很久没吃这种姜汁豆花，姜汁豆花感觉是比较古早味，小时候才会吃。我小时候都是吃糖水，从来没有吃过姜汁，所以还真的不知道。你今天要来吃吃看啊！我觉得它的姜是很舒服的，不会是那种太呛辣的。很像在喝冰凉版的姜茶的感觉。不会辣辣的，我觉得很顺口味道还不错我蛮喜欢它芋圆的口感，我觉得就是介在 Q 跟软之间刚刚好。美味しい。像今天的第一餐蛮舒服的，不错。谢谢客家币。哇，好可惜哦，在琼林老街里面的百年老店美浓楼饮食店，今天居然店休。他可是板条天王今天跟天王没有缘了，那就改天再来吧。
清乾隆末年，将甚至刘承豪等汉人进入琼林乡开垦，在今日广福宫一带建立公馆，作为拓垦据点，也就是现今的文昌街区域。这里逐渐发展为早期居民的生活与信仰中心，成为琼林最早的聚落之一。虽然琼林老街是最具历史氛围的街区之一，但在1862年的水患与1935年的新竹大地震中严重受损。如今街上多为震后或战后重建的房屋，虽然不像大家熟悉的老街拥有众多古色古香的建筑群，但依然保留在地的生活气息与几处留有昔日建物、传统老店与特色建筑。像这间和顺百货行，老板娘说这间店已有100年历史，早年贩售女装，后来改卖杂货至今。文昌街163号的碾米店和165号的苏永盛商号，是日治时代遗留下来的100年老店。位于文昌街与广福宫之间的广福巷，漫步其中，可见两侧街屋多为土墙、木门与折叠铁门。这条小巷与文昌街一样，见证了琼林的开拓历史，洋溢着浓厚的怀旧氛围。在广福宫右侧原有一栋刘家老宅，是琼林垦拓先祖刘承豪第3位儿子的祠堂。只可惜近年因都市开发案，目前已不复存在。若有机会来文昌老街，别忘了拐进广福巷来走走，感受这条巷弄的静谧与岁月的痕迹。在琼林老街上，许多屋舍的大门仍保留着拉门式折叠铁门。这类铁门大多出现在1950至1970年代之间，常见于当时盛行的店住合一型街屋，是为了方便白天营业、夜晚防窃。这种早上可以左右折叠收起，晚上又可整片拉起关闭的铁门，成为理想选择。这样开放又防护的设计，成为早期商业街区代表性的元素之一。柠檬薄片，好香。说到琼林必买伴手礼，非新美珍莫属。新美珍饼铺创立于1956年，由黄四堂先生创办，以贩售面包、西点与饼类起家，至今已有近70年历史，并传承至第2代。接手后的2位儿子因应市场变化，力求突破，研发出招牌古早味布丁蛋糕。这款蛋糕颠覆了以往古早味蛋糕偏干的印象，口感绵密，入口即化，且蛋香浓郁。这家老字号也因布丁蛋糕的成功而蜕变重生，持续陪伴新竹人一代又一代的生活。除了布丁蛋糕，店内也贩售吐司及传统糕点，甚至还能买到福义轩的产品，让大家一次购足各种好味。你是扣扣我呗？在老街里面这一间琼林榕树下面馆，据说也是排队名店。那今天来现场看，人真的爆多。比较可惜的是，现在刚好猪正在进行防疫阶段，所以今天所有猪肉料理都没得点，就没有馄饨啦。但是不打紧，我们点了招牌的板条面，而且它这边还有另外一个搭配，就是板面搭配。大家有看过这一种吗？板条加油面的搭配。哇，就是让你吃饱，然后不用选择，2种都有，一次2种全都要。板条蛮 Q 的哦，哇，但是没有办法100%的精准，因为这个1种口味2种享受，我2种面都吃到了，真的，一口会有2种面的口感。好吃。换我啦！刚刚看一肉老公吃的津津有味，我也受不了了。我是点单板条的，不过它好像有点混到黄面进去，所以我也是有2种享受。滑顺，好吃哎。汤头呢？汤头也很正点哦。
很好喝哎，对不对？那个油葱酥的味道好浓哦。再来吃这块豆腐，这个被说是在地最强客家臭豆腐，因为它的泡菜好像不太一样，是那个高丽菜哎，脆哦。最喜欢这种脆皮的了，但它是不是像传统泡菜那种比较酸的？它是带一点咸的，有点像那种日式的腌制小菜哦。这个真的是我吃过最不错的臭豆腐，对我就是吃比较清淡的人来说，我觉得刚刚好。但对以中一楼重口味来说，它就要再加一条辣椒了。琼林乡它是属于多丘陵地形，因此许多房子都是沿着山坡由下而上往上建。但是在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。我们在路边看到可能是1层或2层楼的房子呢，不要被它的外表给蒙蔽了你的双眼。实际上，它可是3、4层楼高哦，有一点像小重庆的感觉。部分建筑的1楼后门甚至紧邻溪水，曾是早年妇女洗衣洗菜的日常场地。这种因地形而生的魔法楼层设计，让琼林的街屋更添趣味与生活感。陈干桥原名基德桥，它在1818年的时候，由林先坤先生以及地方士绅他们共同集资兴建的木造便桥，是一座跨越9琼溪的桥。只是因为木材不耐久候，它还是经历了多次的重建。那在1923年重建的时候，一样是由地方士绅发起募款。那其中呢，又以2位大户捐赠最为踊跃。哎呦，分别是陈兴公跟甘兆才先生。所以在竣工之后，这座桥就改名叫做陈甘众善桥，简称陈甘桥。没想到这个捐题碑居然藏在民宅之中哎！哇，比我想象中大好多哦。对。捐题碑分为4段，下方为柜台角基座，其上刻入捐款人姓名与金额。碑体四周更题有对联，除了记载桥名新宫竣工日期外，也刻有众太子殿下御行政纪念字样，反映当时的历史氛围。陈干桥不仅见证不同时代的交通与生活轨迹，更展现早期居民同心协力、热心公益的精神，是琼林地方建设与文化记忆的重要象征。求了，可以讲了90%以上都能够达成愿望，考上了，他们也都会来答谢，就写榜单。要考试的都可以来这边。高分的想要有那个的话，就来这边祈求。我觉得我们好像很需要，我们频道也是需要。可以跟他讲啊。高升。这间琼林文林阁，它是于1876年由举人邓兆雄先生所创立的。这个学堂在当初主要是以作育英才为主，随后又改成了文林社，成为文人雅士所聚集的场所。那一直到现在呢，它改成了文林阁，是目前全台最大的文昌庙。主事文昌帝君，也是新竹这边香火最鼎盛的文昌庙哦。所以每逢考试啊或面试季节，就会有许多的考生或是社会人士来此祈求拜拜。那也听说一个很可爱的传说，说文昌帝君非常喜欢新美珍的蛋糕，所以我们刚刚也买了热腾腾的新美珍蛋糕来给他尝尝，保佑我们频道长红啊！在入口2侧各有一株壮观的100年九琼树，琼林旧名九琼林，正是因此地早期九琼树成林而得名。为了延续这段在地记忆，文林阁特地斥资购置这2株树龄逾100年的九琼树，供民众观赏。大殿入口啊，口呢9龙白玉石雕，据说有重20多公吨哦。然后上面的龙是象征飞龙在天，学业有成。庙内也珍藏许多文物，包括木质金字匾额、文林阁严格字、双龙护日等雕饰。殿内也供奉着邓兆雄先生入位，以表后人对其开启文风的感念。此外，文林阁也积极推广教育，每年9月28日孔子诞辰举办祭祀大典外，也资助地方学校发展，包括琼林国中与国小的校地皆由文林阁提供，持续传承尊师重道的精神。
正殿主事文昌帝君，左龛侍奉关圣帝君、福佑帝君与司命真君，右龛则侍奉五谷神农先帝。墙面也贴满了录取榜单，无不见证了文林阁的香火鼎盛与灵验程度。这个步道总长200公尺，走完一圈消耗8大卡。他说呢，你走38圈，你就可以吃一份原味蛋饼哦。可是我刚刚吃的那碗板条，那我要走几圈？至少要走个100圈吧。那我今天不用拍了。17岁花啊未出嫁，想着少年家。嘿嘿，怎么样？当初我就是靠着我这副好歌喉才追到我老婆的哦。子承于理，非于情。我想邓宇贤老师听到应该会昏倒。老师呢，他之前是生活在龙潭，后来才搬回来琼林这边生活，也有在琼林国小任教过。同时，他也创作了非常多台湾知名的歌谣，例如《四季红》以及刚才那一首《望春风》，因此获得了台湾歌谣之父的美称哦。那这座邓宇贤音乐文化公园，它的前身其实是陆军807野战医院。那后来部队撤离之后，琼林乡公所就争取这边作为公园。每年5月的时候还会举办音乐会。哎呦，我需不需要再回来为大家高歌一曲啊？这座2004年改建而成的邓宇贤音乐文化公园，保留了野战医院旧址之精神堡垒凉亭等史迹，也设有邓宇贤铜像与生平介绍墙，并规划了木栈道与音乐装置艺术，营造自然与人文融合的氛围，成为居民休憩散步的好所在。园区也设有指标通往文林古道登山口，这条昔日运送农产的山径，如今已成为适合健行的休闲步道。哇，这一间汤头的味道，跟那一间板条面，他们的汤头油葱酥都有够香，真的很浓。哇，这牛肉很厚哎，它是很 Q 弹的，很 Q 弹。这间叫廷芳面食馆，也是在地的很客家风味的面食。那它不只有卖面，也有饭啊、卤味啊，跟还有锅烧面。它的东西看起来都好美味哦，客家风味的美食。对，尤其是你不觉得它小菜这样摆在桌面一整盘，让你自己夹都快流口水了，油油亮亮的，一脸就很好吃的样子。它那个颜色看起来就有入味。另外，这间店很特别的是，它除了卖面食，它还有在卖画哦，很斜杠哦。对，老板平时还有在做美术绘画的教学，所以店内的墙壁上都有挂老板的画作，大家边吃饭边赏花。相中了就直接买回家。然后我们这个是点了一个牛肉板条，那我点的是客家汤圆，它这边的汤圆跟我们上次吃的大汤圆不太一样，它是这种红白汤圆的。现在这边还有很珍贵的猪肉哦，防疫阶段现在猪肉条条皆辛苦。没错，不愧是客家小镇的板条，很滑很 Q 啊。哦，非常道地的板条，整体还不错呢，而且对，很大一碗。怪不得现场生意这么哦，我知道你说什么了。哦，这个汤是不是很强？很香哎，牛葱酥那个味道好香哦。目前吃到的2间板条汤头都一绝，板条也是一绝。对，大家务必过来琼林这边感受一下啦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子寮窝造纸工坊，在清代时期，刘姓家族渡海来台，在这边开辟了造纸事业。跟我们课本上学到的蔡伦造纸不太一样的是，由于这个地区盛产贵族，十分适合竹子的发展。那长久下来，这边也逐渐形成了富含客家风情的刘姓聚落。另一个很特别的点说，这边的纸不是我们书写用的纸，而是拜拜用的金纸哦。那也因为这边的造纸工坊是位在三面环山，然后一边开口，像在一个窝里面，所以才叫子寮窝。当时也是北台湾很重要的金纸产地。
日治时期，日本政府禁止祭祀，加上机械造纸引进，传统手工竹子逐渐式微。为延续先人智慧，刘家后代于原址修复造纸设施，在文化单位与民间支持下，于2009年落成子寮窝造纸工坊，以教育推广和体验活动再现古老工艺。游客于此处不仅能认识造纸历史，欣赏珍贵的造纸设备，还能参与 DIY 手作课程，亲手体验传统竹纸制作的乐趣。这个啊，我看资料，它是说利用牛脂，也就是受力，去带动这个轮转，去碾压造纸的原料。然后这个 U 型的，就是套在牛的脖子、颈部上面。不过我觉得比较好奇的是，在牛拉动它之前，这颗这么大的石轮到底是怎么造出来的？进入工坊前会经过传老亭，此亭于1994年由社区居民集资兴建，象征传承先人以贵族造纸的精神与基业。后来因2008年子寮窝造纸工坊兴建，导览活动重心转移，传老亭逐渐缺乏维护与使用。2019年，新竹县社区规划师提出跨区修整计划，重新整建并充实馆内展示，希望将传老亭打造为工坊导览的前哨站，让游客能深入了解子寮窝的历史文化。这个是那个牛的轮子吗？现在是猫在转咯。没错，是猫力轮吗？为什么有3只？好可爱哦！哇，好多哦，喵喵！你看这个地图，我觉得有点像我们以前常看的一个日本台节目，叫《移居世界日本人》。他就是会在世界各地比较偏僻的地方去找住在那边的日本人，然后会请当地人画那个地图。你不觉得这个抽象度跟那个很像吗？琼林因盛产稻米，日治时期有新竹谷仓之称，所产稻米品质优良，曾被指定为天皇御用米，因而享有贡米的美称。在当时尚未普及电力，碾米多依靠人力或兽力，产量有限。琼林人善用地势与水流落差，发展出以水力驱动的水龙，大幅提升碾米效率。于1928年由陈天福先生所创立的水车碾米厂，在日治时期被记录为金玉峰精米所，且于2018年登录为历史建筑，并转型为琼林水龙间故事馆。琼林人是不是很注重健康？整个每个地区的步道都是用卡路里在计算。这边我要走27趟，我才能吃1颗红豆饼。天哪！琼林特产吃大魔人。2016年，琼林乡农会将旧粮肥料仓库改为农村社区小铺，于2018年再升级为农民直销站，每日由在地小农新鲜直送各种时令蔬菜与琼林米，也贩售着颇受欢迎的海梨干、番茄与客庄风味食材等。据说店内还保留了藏米柱等旧有设施，诉说着昔日琼林米进贡日本天皇的荣光历史。鹿寮坑位于琼林乡的东南方，早期此地野鹿成群，那先民来这边狩猎的时候搭建公寮，因而得名鹿寮坑。由于这一带厂房居多，所以在这一段路的前半段都是工厂的景致，但是后半段呢，这一种充满乡村风情的建筑物就会越来越多，蛮有特色的。那沿途其实也散落着不少景点，所以我们第一站就是来到我们身后这个鹿寮坑驿站。它的前身其实是新联茶厂，老城市这一带最大的就是茶厂之一。但后来随着经济的转型，它就先把山坡地改造为海林。那它的茶厂也一度停运了80多年之后呢，才把这个旧茶坊改成现在这种客家餐厅，就变成聚会吃饭的场所。离鹿寮坑驿站不远处，路旁有一棵树龄300年以上的嘉东神木，树高大约17.6公尺，树围6.1公尺，树冠幅更高达300-400平方公尺，是新竹县非常大型且具代表性的老嘉东神木。
这棵老树原为自然生长，先民开垦后，在树下设置伯公，祈求庇佑。早期的伯公寺仅以4块石板简单组成，直到1970年才改建为如今的样貌。相传过去此地树林茂密，但随着开发，周围林木几乎被砍伐殆尽，唯独这棵嘉东神木幸存下来。据说多次有木材商试图想锯下此树，却因种种阻碍而失败。从此流传着伯公树神灵守护的传说，也让这棵老树成为地方信仰与自然共生的象征。在龙华社区的福德寺旁边供奉着石爷以及石娘，据说他们原本是鹿寮溪畔相依而立的一对大石头，他们身上充斥着许多神奇的传说，因此当地居民也尊称他们为石爷跟石娘哦。大家可以看到他们身上披着那个很像婚礼的彩球，是因为当时这边的村民很可爱，帮他们举办了一场婚礼，所以自此之后，每年的3月29日就被定为客家的情人节，这边也就被打造成是一个许愿祈福的爱情景点。那至于石爷跟石娘故事呢，我们刚刚在拍摄的时候有遇到一位在地的爷爷，然后他有幸参与了当时的这一切，所以我们就请爷爷来帮我们说明吧。这些是北北做的吗？是啊，这个土地是我的。哦，是北北的这边啊。石爷石娘，清朝时代都一起的，民国有几年去，石娘哦，给水冲50公尺下来了。说要请回去，他就爸不要，他不肯回去啊。说这里可以吗？我就一丢他说可以，就弄到这里来了。相传清代时有李姓地理师来到此地，发现鹿寮坑一带5条龙脉气势非凡，并向皇上汇报这是五虎擎羊必出草霸王的地形。皇帝为防不祥，命以朱砂笔画地，再泼洒黑狗血镇煞。不久洪水泛滥，切断4条龙脉，形成如今特殊地势。之后又流传石爷夜间会发光，甚至在雨夜会出游放风，天亮时再回到石娘身边，仿佛龙口间的神珠。于是草霸王尚未除根之说又惊动了皇上，派出谢姓习公前来刻上双龙吐珠，以破其灵气。未料刻到龙字时，石缝竟渗出鲜血，习公当场登出人生。这也让石爷石娘的传说更添神秘色彩。在哪里？可爱哦！原来你就是电猫啊！啊，可爱哦，直接翻肚哎！啊，太可爱了！天哪！啊，你会不会太可爱了？这么亲人呢？小爸爸嘞，你很可爱哦，头好大哦。三元宫是鹿寮坑的信仰中心，那历史已有100余年之久。主事尧、虞、舜3位上古大帝合称三元大帝。在台湾呢，以三官大帝为主事神的信仰并不多，因此在台湾相当的罕见。那它这间庙宇本身的建筑虽然经历过了多次的修缮，但它内部的那一些石雕以及彩绘依旧保存得相当的精致，极具欣赏与保存意义哦。这样啊，其实我刚刚都没在听，我一直在看猫。哦，真的非常的忙哦。很忙了，它超亲人的啦。左拥台词，右拥电猫。位于鹿寮坑的钟家伙房，在100年前，钟家可是鹿寮坑这边的大地主。他们拥有广阔的茶园，因此聘请了大量的长工来这边协助种茶以及采收。那为了解决长工们居住的问题，他们在此新建了规模庞大的三合院，尤其是它的右厢高达2层楼。在台湾，这种建筑规模实属相当的罕见。但它里面内部啊，除了生活起居之外，还融合了茶厂啊、鸡舍跟猪栏等等的附属设施，所以就是生活产业历史兼具，所以也被列为限定古迹。那现在就历经风霜嘛，所以现在可以看到正在维修整修中，预计是明年的8月会完工。你不是在拍方口诗吗？但其实还蛮惬意的说。
这座以客家方口诗为主题的公益方口诗公园，不仅是亲子游憩空间，也能让孩子在游戏中认识在地的舞狮文化。园内规划贴心，设有适合不同年龄层的设施，让全家大小在此都能尽情游玩。最吸睛的设施当然就是方口狮主题设施，狮子嘴巴设计成3道溜滑梯，既可爱又具特色。侧身与尾巴则是攀爬装置，狮身内是沙坑，溜滑梯通道还能当作黑板涂鸦，充满巧思。而客家方口狮是琼林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表演艺术，据说源于唐代，是所有舞狮的鼻祖。早期琼林地处丘陵，移民聚落因拓垦资源竞争而关系紧张，渔民借由习武练拳保护家园，进而融合武术与舞狮，发展出客家狮。随着时代变迁，其性质由防卫转为凝聚宗教、强身健体与节庆娱乐，成为农闲与喜庆时的重要文化表演。一个老人转，这样就可以瘦成一道闪电哦。也因其可开合的狮嘴，又称为开口狮。若额头会有王字，传说代表皇帝册封，象征其不仅具兽性，亦带有尊贵地位。师傅，请问接下来要往哪去啊？凤瑶鸡，好，喜欢。不错不错。两位，我们在这边等。好。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正一品司机员，哇，要剥鸡了，必须要把手套戴起来才不会烫。真的热腾腾的。它店面很大，大到好惊人哦。要吃之前呢，要先对它温柔体贴。鸡呀鸡呀，我要吃你喽，我要吃你喽。大鸡腿，你看，油油我还在亮亮滴的汤。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正式册封你为正一品剥鸡官，晚餐吃鸡。好嘞，吃起来。一罗哥大口吃了吧！哇，大鸡腿，这个是最精华的部位，很嫩，但是还是有口感的，不是那种绵绵松松的。然后一咬下就是鸡汁跟它那个香料腌料的味道，非常棒。好好吃哦。你也可以再试试看它的那个鸡油，超正的。对，它除了鸡肉，还有附鸡油，对，旁边还有胡椒、蒜头跟菇菇，各种吃法。那我3个鸡蘸蘸看，沾看。哇，这没道理，不好吃吧？绝对好吃。所有的精华全部浓缩在这一碗，就是多了那个鸡油香，好好吃哦。我也忍不住要来一份了。正点啊！接下来要吃皮的部分了，皮跟肉一起吃，那个是最赞的地方。哦，那个有点焦香脆，天哪！很享受哦。哇，这间瓮窑鸡真的是太强了。真的，而且我看到 Google 评论很惊人的，1万多则评价。1万多则评价。对啊，太强了。而且我看介绍说它的瓮窑鸡还是有特别改良过的哦，改良过的哦。对，但是有一些独家的秘方。喜欢重口味一点的，可以沾在旁边附的这个胡椒盐，还有这个蒜。但我觉得单吃其实就蛮有味道的。对，来吃瓮窑鸡，能够独享他们的烤鸡皮，这是最幸福的事情。天哪，这是精华中的精华吧？要升天了！天哪！太享受了，太享受了！哇，好好吃啊！那个正鸡点哦油、鸡皮香，还有那个脆脆焦香的口感，还有它那个香料的味道。完美。那我们今天琼林整天的行程到这边也差不多啦。这个也是我们第一个拍摄这么富有客家风情的小镇，觉得蛮特殊的。不知道有没有哪一个点是老婆最有印象的呢？我觉得是那个文昌老街旁边的广福巷。旁边那一条哦，为什么？对，应该说那条广福巷本来不在我们拍摄的景点里面，算是意外走进去，然后走进去发现说这条小巷虽然小小的，但地面铺满了石板路，然后两侧的房子就有些是那种铁门，那种折叠的铁门，对，交叉的那一种的。对，丛林好多哦。很多路上看到都是那种铁门。
就是有那种铁门啊、红砖墙，或是老房子这样子交错，所以就觉得很复古、很怀旧、很有感觉。再加上是自己发现的景点，特别有意义。哇，偷偷跟大家分享我们的隐藏景点哦，没错，就在老街隔壁那一条。没错，没错。你呢？我自己的话，我是对那个陈干桥的捐题碑最有印象，因为它是隐身在民宅里面，不好找到，而且它的结构是由4层去组合起来的。本人比我想象中的大很多，这一点我觉得很特殊。现场看有一种壮观的感觉，所以那个碑最令我印象深刻，有户外的朋友绝对不能够错过那一个哦。希望大家也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，也请大家多多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出去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影片见。